洪晃有多直爽？谈起前夫陈凯歌啊，他说：“且跟你说呢，且得谈呢，那恋爱过程长，先得说哲学，然后得说艺术，从东方到西方，所有的这些都谈完了，都半夜3点了。”这个事儿还没谈。上世纪80年代，陈凯歌凭借《黄土地》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第5代导演的才华，但彼时的他空有才华，却面临着一个极其现实的困境。他在美国的签证即将到期，而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洪晃的女人像一阵风刮进了他的世界。洪晃在当年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论出身啊，他是真正的名门之后，外公是著名文人张世钊，母亲是中国最后一位名媛张含之，继父是前外交部长乔冠华。论财力，在那个中国人均工资只有70块钱的年代，25岁的洪晃月薪已经高达7000美金，她就是那个年代站在鄙视链顶端的一个充满了西方现代思想的名门痞女。而她在看了《黄土地》后啊，被陈凯歌的才华深深吸引，在得知陈凯歌的绿卡困境后，这位行事大胆的痞女直接向陈凯歌提出了结婚。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结合。陈凯歌需要一张能让他留在美国的绿卡和通往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而洪晃则迷恋于一个有才华的穷小子身上那种能让他仰视的艺术气息。然而这段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目的性的婚姻注定无法长久。随着陈凯歌的名气越来越大，身边开始围绕着各种对他投怀送抱的莺莺燕燕，而洪晃骨子里是一个极其骄傲的独立的大女主。她在后来的采访中坦言啊，自己最害怕的是看到自己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杜甫。我就是跟陈凯歌好了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嫉妒，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都喜欢他，我就晕菜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处在一个环境里头的话，是要去抢一个东西。但是问题呢，你要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教养和我的教育来讲呢，就是说他也不应该对人家无礼，而且他没做错什么事，他们喜欢他也没做错什么事。虽然你特别希望就是那种泼妇的那种愿望全都在那儿哈，但是呢，你的教育又告诉你说不行，没有过泼妇的行为，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泼妇的欲望，就是说我怎么会想泼人一脸水，或者是干这种样的恶劣的事情呢？怎么不是我呀？我到最后为什么离开这个婚姻？因为我就觉得他会把我最恶劣的一面带出来。1993年，陈凯歌凭借《霸王别姬》拿下了戛纳金棕榈奖，登上了事业的顶峰。而也就在那一年，他和洪晃正式离婚。洪晃这张通往世界的门票，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后，被陈凯歌轻轻地撕掉了。在征服了世界之后啊，陈凯歌需要一个能让他安稳回归家庭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倪萍。在90年代的中国，倪萍是一个比陈凯歌名气还要大的存在。她是央视春晚的定海神针，是全中国人民心中最端庄、最贤惠的国民圣母。她和陈凯歌同居了将近6年，在这6年里，她扮演的不是一个女朋友的角色，而更像一个不要任何名分的妻子和保姆。她为陈凯歌洗衣做饭、操持家务，甚至在1994年，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癌去世时，忙于拍戏的陈凯歌都无法抽身，是倪萍以准儿媳的身份一手操办了老爷子的全部后事。在他的自传《日子》里，倪萍形容那段岁月是一段没有自尊、失去自我的日子。她用一个传统女性最极致的奉献，去满足一个大男子主义的艺术家对贤妻良母的所有幻想。然而，她等来的不是一纸婚书，而是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背叛。1996年，陈凯歌在拍摄电影《风月》时，见到了前来试镜的陈红。当时的陈红啊，被誉为大陆第一古装美人，她所饰演的貂蝉，至今都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据陈凯歌自己说，当他在监视器里看到那个闭目养神的陈红时，瞬间就被击中了。很快，陈红就怀孕了。她挺着肚子直接找到了还在剧组的陈凯歌，给了他一个最终的通牒。另一边，倪萍在苦等多年后，等来的却是陈凯歌一句足以让她记恨终身的绝情之语。她已经怀孕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最终啊，陈红成功上位，甚至还在后来的采访中公开嘲讽倪萍是一个没有魅力、让男人爱上她的老女人。这场充满了小三和逼宫戏码的狗血剧，让陈凯歌背负了长达数年渣男的骂名，但也让他找到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也最正确的那个帝国合伙人。陈红和洪晃、倪萍都不同，他没有洪晃的优越感，他愿意为了陈凯歌而放低自己；他也没有倪萍的奉献型人格，他有着极其强大的野心和手腕。为了更好的辅佐陈凯歌，他在事业巅峰期毅然放弃了演艺事业，退居幕后。当陈凯歌拍摄《荆轲刺秦王》亏空100万时，是他拿出了多年积蓄帮丈夫渡过难关。他远赴美国学习电影制作，又到清华大学学习经济管理，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成了陈凯歌最专业的制片人。从此啊，陈凯歌只需要负责天马行空的做梦，而陈红则负责将他所有
有的梦都变成现实。陈凯歌自诩艺术家，觉得弹琴低俗，陈红就替他去拉赞助、跑投资，在酒会上为他挡酒。陈凯歌拍《妖猫传》，说想要一座真正的唐城，陈红就花了6年时间，真的在襄阳为他建起了一座城，甚至为了等城里那2万棵树长大，而让整个剧组等待了3年。他是他的造梦人，也是他帝国的掌印皇后。如今再回看陈凯歌这位文艺教父和他生命中的3个女人，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算计和精准选择的故事。当他一无所有，需要一张通往世界的门票时，他选择了能给他绿卡和人脉的名门痞女洪晃；当他功成名就，需要一个能让他安稳制作的大后方时，他选择了能为他操持一切的国民圣母倪萍。而当他的野心已经不再满足于当一个导演，而是想成为一个创造世界的造物主时，他最终选择了那个能为他建起一座城的角色妖后陈红。他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都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这3个性格迥异的女人，也因为她们各自不同的选择，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终局。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吧。